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认识自我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我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我别人讲哎呦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在听到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因为都是称赞的嘛，你就很开心咯。然后明明知道他称赞的我没有那么好，接受喜欢，所以以后别人问你这个我的时候，你就告诉别人我就是这样的了，你又骗自己了。然后等一下人家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其实这些可能是误会的话，可能是人家完全不了解你讲的一些话，你听起来很刺耳，然后你就怎么样不开心了，生气了。那么你不开心生气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人家你没有这样，但是有时候人家是讲得很准的因为这个事情呢你不喜欢了，人家讲到了，你就觉得说不是，然后你就加了，说我不是即使人家讲对了只是这个话不好听我们就不要承认它这些都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心态。所以你们也不要用这个方式去告诉别人，或者是用这样的语言去，不管是称赞或者是讥讽毁谤别人那么这些语言文字呢都是我们在用的，我们用得当还是不得当所以这里所讲的称赞如来是要用适当的，你的内心没有这样的体会讲不出来没有关系你觉得经文里面所用的一些文字你赞同，那么你拿它来称赞如来甚至有时候呢你发现到说里面有一些文字经典的，包括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语言，那么能够把某一个人适当的去称赞他，适当的去把他的优点表现出来，那些都是好的。那如果你发现到说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的内心要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然后我们在用这个用词的时候呢，不要刻意的去把一些不当的称赞的用词用在一些人的身上。你可能讲一些比较直白的话然后他听了觉得说你讲的还蛮准的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也要再看看自己咯，要用什么字眼来称赞我自己呢？你也是如来嘛，只是还没有来你跟以前的佛一样但是呢你还没有来到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你是不是能够发现到跟切合自己的这种认知？其实这个很重要。慢慢你发现到说你学佛的过程里面呢，你增长了一些优点，增长了一些长处，然后慢慢的一些缺点，一些这个短处呢，慢慢在改进了，这表示你修行有进步了吗？你发现读一些经文的时候，经文读到这句赞叹的，好像自己本身有相应这个相应是心相应
不要用我慢来相应哦。我里面讲的都不好意思，都在讲我，悄悄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其实你叫人家不要告诉别人的意思，就是赶快讲多一点给别人听，对不对？但是不需要这样，因为你是对自己嘛。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反观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比较正确的这个自我。到最后呢，你发现到说，所有的这些优点、缺点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优点呢，我不断的发挥它，然后我不断的去实践它，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众生。然后这个缺点呢，我慢慢的减少它，因缘生，因缘灭，我让它灭了，我不会再干扰别人。然后到最后呢，你的功德看起来哇很好了，很圆满了，最后发现它还是因缘生，因缘灭，它还是空的。能行跟所行的能跟所，原来呢都是缘起性空的。那么那个时候还有我跟我所吗？没有啦，开悟啦。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无我嘛。你真正完全看清楚了自己，发现到原来这一切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然后你就把所有的这些不止缺点放下了，连优点也放下了，所行所为都是因为这个众生的需要，所以你就发挥你的能力，然后去帮助他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呢，没有我在里面因为没有这个自我的这个执着，因为没有自我的执着呢，你在行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自在，任运自然。因为你随顺因缘在做的事情，你不用加任何东西进去，它就顺着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菩萨、佛，还有我们的那些开悟的这些祖师们，他们在实践这个佛法的时候，他们在度众生的时候呢，是那么的顺畅、随缘、自然。那我们做的那么辛苦，因为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在那边斤斤计较嘛，然后我们又要把自己的位置有些人动不动就要把自己摆在中间，不好意思哦，我在这边也是你们摆我的，那也摆在中间了，对不对？很危险哦。其实坐在这个位置呢，很危险的。你们全部的眼睛都盯着这边，我有一些小动作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所以战战兢兢，不能够胡来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些过程，这些修行的这种过程。所以呢，当我们有内在的一种恭敬，内在的一种明理有了这种智慧，那么我们在显现出来外在的，那么这种显现出来的这些行持，它就会符合。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所以不管我们是在礼敬诸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称赞如来，用我们的身语意来传达我们对佛的信仰，对佛的一种虔诚恭敬我们在行持这些过程，行持这些方法的时候呢，那么更重要的就要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心。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把这个范围推广了解到说，其实呢，我们所谓的诸佛，所谓的如来，并不只是
已经成佛的诸佛啊，还有成佛的这些如来。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我们之前讲过了吗？尽虚空遍法界嘛，那么也就包含了所有的众生啊。那包含所有的众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说，我们跟众生互动啊，其实是很不容易。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很容易的，你在这边对着佛一直拜，不难的吗？然后你在念诵这个经文啊，不断的称赞如来，也不难的吗？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个用到我们现实生活，跟所有的众生在现实生活中互动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这种敬，保持这种对这个众生的一种称赞，这个不容易了。因为现实生活有太多的这种烦恼形成的这种现行，那么这些现行呢，都是直接的，有些是直接的就冲击我们，有些是我们自己本身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一些习气。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现在看善还是善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不是善，我们做不到还是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是善的这个层次做好，做好了，我们才能够往上提升啊。所以佛菩萨还有佛跟如来，就是帮助我们提升的这个模范。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对佛如来做从身的礼拜跟口的称赞去做起。然后做的时候呢，开始我们还是一般的做啊，我们念诵，然后甚至有一些同学文字比较好的，写一些赞佛的这个句子，伟大的佛陀，哇，你有多少的慈悲，像我们唱三宝歌一样，三宝歌称赞这个佛陀，你要皈依这个佛陀，那么这些文字呢，就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象，我们的模范。那么这个方式才能够提升我们内心的这种信仰，然后这种恭敬。当我们慢慢更深一层的发现到说，原来我们这样的一种礼拜礼敬不一定用一种仪轨显现出来，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行这个礼，对不对那我们礼拜是一个宗教比较注重的一个仪式。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礼？有。早上见面的时候有没有礼？有。怎么样呢？ Hi Good morning 早安你好这个不是礼吗？讲这个礼的时候呢，有没有敬用这个称赞吗？问好的话吗？你的方式笑出来受不了所以你的礼，我们的礼每一天都需要生活里面运作你们在这边每天遇到法师，遇到佛友，有没有行礼？有些人说烦哦，看你的阿弥陀佛，到后来呢，阿弥陀佛。然后不是说每一次呢，你都要然后哇，让人家对面对你的对象都感受到压力。但是最重要的一种敬，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从你的脸部的笑容，对不对？我发现到说你们有些同学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们在用餐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然后就听到你们嘻嘻哈哈
然后看到大家都很欢喜。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嘛。有没有欢喜心？没有。你们这个我发现这边的都还好，但是有一些还是每天板着脸。我在用功修行，不要敢叫我。这种脸啊，在什么地方看得最多？我们打气的时候最多。每个打气的禅做完了以后，心里面的这个不是打坐的，痛，出来的时候笑不出来。你们没有腿痛没有腰酸所以你们都笑得出来。我们禅堂里面的同学有没有继续想保持这个？不一定哦。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有这个礼那我们华人叫做伦理，然后华人是很重视这个礼的。我们重视这个礼呢，所以有很多要细分的对父母，然后对长辈，对平辈，对晚辈，我们的称呼都不一样很清楚的爸爸妈妈父母然后爸爸那边的爸爸的哥哥叫做伯伯，爸爸的弟弟叫叔叔，爸爸的姐姐，爸爸的妹妹叫姑姑，很清楚的妈妈这边的哥哥弟弟叫舅舅妈妈的姐妹叫做阿姨，很清楚的为什么要清楚呢？因为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同辈跟不同辈长辈我们要分清楚了以后，就会有一定的礼来跟他们相应嘛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文化里面的，实际上也是我们人类在相依共存的互动的这个过程中要有的。但是礼归礼，礼里面有没有敬你叫你的叔叔伯伯，你叫你的阿姨舅舅，有没有一种恭敬心，把他当作是一个长辈，知道他是一个长辈，然后用长辈的一种心来对待他。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身边两尊佛，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两尊佛在身边？有的人是最幸福的咯，对不对然后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他们呢？这些都很重要你们在孝顺父母的时候呢，不是说给他们饭吃，给他们钱用样而已，不是的，还要用一种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们，真正的是孝顺他们，真正的是爱他们那么这些是我们世间的一些行持。那么这种世间的行持呢，对我们很重要的。你在家里面父母都照顾不好，你出去外面做再多的布施对佛菩萨，对这个三宝再多的礼拜，磕再多的头，也差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就差很远了，对不对？因为家里的佛菩萨嘛，对，他们是跟你是最亲近的了。你对别人那么好，对自己的最亲近的人都不好，这个礼就有问题了。那么有问题的礼，当然里面就没有这个敬了。所以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佛和如来是我们礼敬跟称赞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要帮助我们提升的。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把这个礼敬和称赞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所以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语言上我们尽量保持都是爱语、正语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好的这个语言，然后在这个语言里面，虽然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话呢，跟对方所要听取的不一定是他想要的，但是我们用一种很诚恳的态度来告诉他，就是很真心啊，就是一种类似一种称赞的一种方式来告诉他，你有一种真心去对待，即使你的语言里面呢不是那么顺的，有点逆耳的，人家听了都听得进去，然后知道你是在帮助他，要让他进步，他也会进步了，他会听从明白你所要讲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这个修行啊。当然经典里面讲的比较深啊，那个我们的老和尚告诉我们啊，那个什么，你要有非常好的那个辩才我这个辩才呢，一定要有所谓的无碍解、法无碍解、义无碍解、慈无碍解、乐说无碍解。然后有这些无碍解了以后呢，你会懂得怎么样去表达啊，就是类似一种辩说啊，它就应辩、结辩、峻辩、无碍谬辩，然后无断尽辩、丰益未辩、最上妙辩。哇，这些我读给你们听我都读不懂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他说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到10种妙舌，这个舌头啊，妙的啊，你们应该慢慢会读到啊。他说：开示言说无尽众生行舍，开示言说无尽法门舍，赞叹十方赞叹诸佛无尽功德舍，演唱持辩无尽舍，开阐大圣诸道舍，遍覆十方虚空舍，普照一切佛舍，连普照寺也放进去了啊！普识众生误解舍，悉令诸佛欢喜舍，降伏一切诸魔外道舍，除灭一切生死烦恼，令到涅槃乐舍。哇！等你们念到，你们自己去看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内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些无碍解，就是对佛所说的这个法啊，经典所告诉我们的义理，我们都有一种理解。这个理解呢是无碍的。我们现在有爱，读了都不懂，读了都不懂，读了不相应，读了不相应，这个就是有爱了啊！读了以后，哇，就像心里讲，心里面知道的，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然后一读经文的时候，哎呀，我都明白他讲什么，那样这些。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时候呢，你传达出来的讯息呢，它一定会准确。我们现在比较不准确，但是我们尽量学咯啊。然后我们的妙舌没有那么妙，但是我们要学了不要让这个舌变成不妙。人家遇到你，哎呦，不妙舌，为什么呢？每次听你讲的话都一听就不妙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他一开始要讲话，我们知道不妙了你一进来不管你要不要开讲，
欢喜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会用我们的一种辩才，用我们对佛法的理解，甚至有时候对人性的理解，然后对礼仪的理解方方面面，然后我们用适当的方式来传达它，来运行它，然后来表达，来称赞。那这样我们每天的生活才在这个礼敬跟称赞里面。现在还做不到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慢慢的所有的众生都是诸佛，所有的众生都是如来，哇，你就到佛的境界了。所以普贤十大愿到这个时候呢，成佛啦，圆满啦，哇，这2个就全部解决了。还没有，我们明天讲第3个好，先讲到这里，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以我等皆共成佛道。祝大家法喜充满，智慧增长，谢谢大家。